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郑晓龙拍《红楼梦》，赵丽颖成林黛玉人选之一，网友呼声最高是她。近日，关于国剧大师郑晓龙导演计划重新打造《红楼梦》的消息在全网不胫而走，一时间，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尤其是林黛玉这一核心角色的选角问题，更是成为网友争论的焦点。从陈都灵、周冬雨到谭松韵、赵丽颖这几位实力与人气兼具的女演员被频繁提及，谁能最终摘得林黛玉的桂冠，成为全民追问。《红楼梦》的再度影视化，为何掀起巨大期待？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，本身便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义。自从清代曹雪芹执笔完成以来，这部巨著不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。林黛玉、贾宝玉、薛宝钗等人物早已成为文学符号，深深扎根于大众心中。正因为如此，每一次《红楼梦》的影视化改编都备受瞩目。此前已有多个版本问世，其中1987版被视为经典之作，几乎不可超越，而2010版虽因选角和风格引发争议，但依旧带来广泛关注。如今，郑晓龙这位曾执导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的国剧大师宣布将拍摄新版《红楼梦》，自然引发巨大讨论。郑晓龙的指导风格注重细腻的心理描摹与深刻的社会解读，他极善于在古典文学与当代观众审美之间寻找平衡点。也因此，外界普遍认为，由他执导的新《红楼梦》很可能不再是简单复刻，而是赋予经典人物全新的时代解读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林黛玉的选角更显关键，她不仅是全书的灵魂人物，更是观众能否接受新版的一大标尺。二、陈都灵，书卷气与清冷气质的天选黛玉。在所有候选人中，陈都灵的名字出现的尤为频繁。自左耳出道以来，她凭借清冷淡雅的气质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陈都灵的面部轮廓柔和，眼神中常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倔强，仿佛天生带着一层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。不少红学爱好者甚至直言，陈都灵站在那里就已经是林黛玉。她的卷烟眉、含露目几乎与书中描写如出一辙，这种天生的外形优势令她成为许多书迷心中的首选。然而，也有声音指出，陈都灵在演技上还存在一定限制。虽然气质贴合，但能否演绎出黛玉复杂的情感层次和细腻心思，仍是未知数。毕竟林黛玉不仅仅是一个柔弱的病美人，她的敏感、聪慧与倔强同样重要。三、周冬雨，另类气质的孤标傲世。相比陈都灵的气质贴合，周冬雨的入围则让不少人觉得意外，但她的粉丝群体却极为坚决的支持，理由很简单。周冬雨身上那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质，与林黛玉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。自出道以来，周冬雨凭借《山楂树之恋》成名，而后在《七月与安生》、后来的《我们》等作品中，她一次次展现出能用眼神说话的表演功力。她塑造的人物往往带有一种脆弱感，却又不乏骨子里的坚强。这与林黛玉孤标傲世的灵魂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过，周冬雨的外形与传统意义上的林黛玉存在一定差距，她的五官更具现代感，与书中所描绘的弱柳扶风气质并不完全一致。因此，若由她出演，势必会带来新的解读与颠覆，也可能因此引发争议。四、谭松韵，甜美外形背后的潜力。在网友热议的候选人中，谭松韵的名字同样引人注目。乍一看，她与林黛玉似乎并无直接关联。谭松韵以甜美灵动的形象走红，其代表作《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中
她所展现的是邻家女孩般的亲和力，与黛玉的孤傲似乎相去甚远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不少观众支持谭松韵的理由，恰恰来自她的哭戏。尤其是在《锦衣之下》中，谭松韵细腻而真挚的哭戏，曾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。有人评价道，她的眼泪有一种能击中人心的力量。若她饰演林黛玉，或许能突破观众对甜妹的固有印象，带来耳目一新的诠释。正如一些网友所说，谭松韵的黛玉也许会更有烟火气，更贴近当代观众。5. 赵丽颖，国民女演员的实力保障。在所有候选人中，赵丽颖的呼声同样极高。作为国民度与演技双丰收的女演员，她的加入让不少观众直言放心。赵丽颖的优势在于，她的演技厚度与角色塑造力早已得到市场检验。从花千骨楚乔传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她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。尤其是在知否中，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，既有柔弱的外表，又能在权谋漩涡中展现坚韧与智慧。这种角色转变与复杂层次，恰恰是林黛玉后期粉稿断痴情所需要的。此外，赵丽颖与郑晓龙导演之间的合作潜力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郑晓龙擅长挖掘演员的潜力，若他能与赵丽颖合作，或许能再次打造出一部经典角色。6. 郑晓龙导演的甜蜜负担。面对这4位各具特色的候选人，郑晓龙导演无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甜蜜负担。无论选择谁，都必然会引发一轮新的讨论。从导演过往的作品来看，郑晓龙从不拘泥于传统，而是善于赋予经典人物新的解读。例如《甄嬛传》中的甄嬛，原本可能只是后宫斗争中的一个人物，但在郑晓龙的镜头下，她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、兼具家国情怀的女性。这种手法若用在林黛玉身上，观众无疑会看到一个更立体、更符合现代审美的黛玉。7. 全民热议背后，文学 IP 的永恒魅力。此次林黛玉选角之所以能引发全民热议，其实也再次证明了《红楼梦》这一文学 IP 的独特魅力。它不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，代表着几代人心中的记忆与情感寄托。当代观众之所以如此关注林黛玉的选角，并不仅仅是关心演员本身，而是希望通过这个角色，看到经典在新时代的焕新。有人期待复刻，有人渴望创新，而这正是经典作品的价值所在，它能被一代又一代重新演绎，重新思考。8. 谁才是你心中的最佳黛玉？如今，随着舆论持续发酵，陈都灵、周冬雨、谭松韵、赵丽颖4人各有支持者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场关于林黛玉的全民大讨论已经提前为新版《红楼梦》积累了巨大的关注度。可以预见，未来无论谁成为最终人选，都将面临不小的挑战。既要尊重原著人物的气质与灵魂，又要满足当代观众的期待，还要在前人版本的光环下开辟新路。这是压力，更是机遇。正如网友所言，《红楼梦》不会因一次改编而失色，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被解读。而无论谁来演林黛玉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她能否在银幕上再次唤起观众心中的那份柔软与共鸣。2. 郑晓龙新版《红楼梦》选角，网友最想见到的人选，中式美学回潮。最近听说4大名著要翻拍了，说实话，一开始真有点慌。这几年翻拍的经典剧，实在不敢恭维。有的服装像地摊货，有的剧情改得亲妈都不认识。比如那版《天龙八部》，看得人直挠头。还有张一山演的《鹿鼎记》，说是韦小宝，咋看都像在发神经。所以一听又要翻拍4大名著，第一反应就是别又来毁童年啊。但后来一看制作团队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这回可不是随便哪家公司上阵，全是扛把子级别的。拍《山海情》父母爱情的正午阳光，负责《三国演义》。新力影视就是做人世间庆余年那家，接手《水浒传》。柠檬影视出过30而已小欢喜，要重拍《西游记》。至于《红楼梦》，导演是郑晓龙，编剧还是刘恋子，就是《甄嬛传》原班人马。光这阵容就让人想说一句稳了。要说最难拍的是哪部，肯定是《红楼梦》。之前多少大导演都栽在这上面，李少红版争议不断，胡梅也没能逃过吐槽。这次郑晓龙出手，能行吗？我觉得关键就2个字：选角。尤其是林黛玉，太难选了。网友投票最看好的4位是陈都灵、宋祖儿、周也、杨紫。有人可能要说，跟陈小旭比差远了。可问题是，陈小旭那样的林黛玉，几10年才出一个，现在想找完全一样的，不现实。如果从现有演员里挑，这4位真不算差。陈都灵气质清冷，最像书里写的弱柳扶风；宋祖儿灵气足，演少女感的角色从没翻过车；杨紫哭戏能让人跟着掉眼泪；周也古装扮相绝了，360度怎么拍都好看，谁来演都不算亏。再说贾宝玉，网友清一色喊一个人：谭健次。这 guy 长相温润，有点女生香，书生气十足，古装扮相特别出彩，哪怕演配角也能抢镜。像《长相思》里的香柳，多少人追着他看。关键是他不光脸好，演技也在线。贾宝玉看着柔弱，其实内心复杂，没点功力真撑不住。谭健次有这个本事。薛宝钗的人选，大家分2派，一派推刘亦菲，一派挺白鹿。刘亦菲仙气飘飘，气质干净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书里说薛宝钗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她完全扛得住。而且她演过不少大女主，气场这块拿捏得死死的。但以她现在的咖位，估计不太会接个2番角色，除非剧本特别打动她，不然可能性不大。白鹿呢，年纪更贴合，演10几岁的少女毫无压力。她身上有种倔劲儿，能把薛宝钗的聪慧和坚韧演出来。虽然名气比刘亦菲小点，但演这种角色正合适。而且她一直想突破自己，要是能跟郑晓龙合作，肯定不会放过。王熙凤这角色必须得有气场。网友提名最多的是蒋欣和赵丽颖。蒋欣演过华妃，强势劲儿刻进骨子里了，但她不只会瞪眼，细节处理特别细腻。王熙凤嘴甜心狠，八面玲珑，光有霸气不够，还得有机灵劲儿。蒋欣能演活。再说她跟郑晓龙合作过，彼此知根知底，而且她从不在乎番位，只认角色。要是真让她来赵丽颖也不差。她在《知否知否》里演明兰，前期低调乖巧，后期杀伐果断，特别是那个眼神，温柔底下藏着狠劲儿。王熙凤就是这样，笑着说话，手里已经准备好刀了。赵丽颖懂这种感觉。还有2个配角，网友也有了人选，贾元春和袭人都推荐李一桐，一个是贵妃，一个是贴身丫鬟，差别挺大。但李一桐能驾驭，穿华服像贵人，换素衣像小家碧玉。关键是她脸上有种天然的温婉劲儿，不争不抢，却让人放心。古装是她的强项，演这2个角色轻松拿捏。其实郑晓龙导演的眼光，咱们真不用太担心。当年拍《甄嬛传》，孙俪还不是顶流，蒋欣也没大火，但他一眼就看出谁适合角色。最后结果你也看到了，谁演甄嬛都替代不了孙俪。这回拍《红楼梦》，他很可能又选一批新人，说不定再捧出几个经典面孔。不过现在大家提名的这些演员，长得都很有辨识度。
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脸，而是真正的中式美人。看来审美终于回来了。你最希望谁出现在新版《红楼梦》里？我先说，我挺想看谭健次演贾宝玉的，你觉得呢？